这坛子咱可不要啊。坛子你不要，这坛子恁好啊，这白子年你咋不要坛子？不要不要，你不要我删了，你不要。哎，别删别删，你最好它这个物件留着呗，我腌个蒜弄个啥东西。咦，早都不腌蒜了，主要里面有一块宝贝，你知道吧？你看见没？这个二爷跟美国打电话跟俺说，他老这样一块宝贝叫我来找了，我看都给他谈里头嘞。哦，拿出来。哎，对，他说这一块是金币，要不是哎对，要不是俺儿结婚，我都不准备拿出来。你看，咦，好家伙嘞，还真是黄烂烂的嘞，是的吧？那二爷给你留下来了。对呀，二爷跟美国嘞打电话跟我说来着，在美国，对，遥控指挥说有一块金币，对，就他老这儿，你看，他说能值多少钱吗？他说能值多少钱？能值个几十万，够二买房子呢。好好好，那我得仔细看看您这块银元。没想到这个奉天龟毛啊会造金币，因为奉天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辽宁，在清朝那可是龙兴之地，也就是皇帝的老家。我们经常听到了一句话是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。是的。这个经常跟电视上经常听说。对，这个奉天就是你银元上面的这个奉天是一个地方，因为奉天这个地方基本上也算是封闭起来了吧。当时的经济并不是太好，大多当地的老百姓啊，用的最多的是铜板、银号。当时奉天集义局成立的时候，做了一部分无纪年的奉天一元和这个有纪年的一元，这块就是属于有纪年。你看奉天龟毛啊，就是1903年，当时一批也就做出来很少一部分，能拿出手的也就那么几十块。现在皮盒有分的呀，可能也就几块而已。最近一次拍卖会上，奉天龟毛1两拍到了3000多万的价格。那龟毛？对啊，这个价格就足以说明这个奉天龟毛这个系列啊，在银元界里才真正的是扛把子。因为奉天龟毛啊是玩银元的最高境界，我对它也颇有研究。除了这个无纪年发行了1元、中元，包括2角、1角之外，这个有纪年就发行了2个版本啊，一个是片状龙和点状龙，就是龙鳞这里有文章，而我手里拿来的这个是片状龙。你看它的这个龙鳞一片一片的，包括上面的这个英文字母，还有这个生字，包括这个鬼字，和那个点状龙有很大区别。因为这个奉天龟毛银元啊比较贵重，我们有很多人啊甚至一辈子都不可能见到真币，所以也没有办法拿到实物给你来做对比。而你拿出来的这枚呢比较特殊，说它是金币吧，它又不是黄金。大家都知道这个黄金啊它不会氧化，反而仔细看啊，你这个壁面你仔细看看，有很多地方都已经脱色了。这放了时间长了啊，你就是放了再时间长，黄金它也不会氧化。说它是铜板吧，你看它上面写着有库平7002分。为什么说它是铜板呢？说实话，它的这个颜色接近当时奉天龟毛发行的那个实文的铜板。你可不要小看那个奉天龟毛的那个铜板，当时只铸造了一部分，存世量极少。一个小小的铜板现在最低也能卖到1万多，有的甚至能卖10几万，就一个铜板。你想想吧，那我这金币更值钱，比铜板值钱多了。二爷不会骗我嘞。那对啊，那说明那二爷对你好。如果是金币，那肯定是比铜板要少之又少，应该是属于失主币范围了。咋说啊？反正是比较稀少吧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这个就比较尴尬了。你看做出来的是银元的模样，材质不是黄金，又不是最不起眼的铜板，只能说它是生不逢时。那二爷虽然说人在美国，对，他有钱了很，他不给我留家来嘞。但是给你们留下了一块东西啊，我感觉这地摊上到处都是。你说着我不信。你要不你再给他打一个原样电话，给他确认一下。你要不你还给他放进来，这俺要不了。咦，那你要不了，我还给打电话问他。那你再打电话问他吧。老板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我今天过生日，我要把3个银元卖了，请奶奶吃顿饭。小朋友，你可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啊！过生日卖银元请奶奶吃饭，孝心可嘉。吃一顿饭也花不了多少钱啊！你这是3块银元，如果都卖了的话，这钱啊根本就花不完。花不完没关系，卖1个请吃饭，卖2个给奶奶买一身漂亮的衣服，卖3个我给她封一个大红包。你这想法确实挺好，奶奶听完之后啊，肯定感动的是稀里哗啦。就是你这年龄太小了，
对这个钱呢没有什么概念。我好奇的问一下，这3块银元啊，这个是从哪来的呀？这是我攒了3年的压岁钱，我还特意把这带笼的清洗了，你看能不能多给我点钱？哎呀，我说这个北洋龙咋看着这么干净？原来这是你故意这个清洗了。按理说啊，这些老银元在家是不能随意清洗的，因为你洗不好的话，容易伤到这个底板。我看你这块洗的挺好啊，最起码没有伤到这个底板。我专门在网上买的清洗液，专门花了几十块钱的，不存在把它洗坏。哎呀，看着你这年龄不大，听着你这想法确实很成熟。好在你这些银元啊，都是属于这种薄锈包浆，在银元洗碧水清洗的范围之内。如果锈大的话啊，正好是适得其反。我长话短说啊，就卖你这一块北洋龙啊，这个钱就花不完了。卖一块的话，我觉得不够表达对奶奶的爱，你都不知道奶奶可疼我了。我从出生都是她把我带大的，今年她正好赶上70岁，所以我才要卖银元，提前给她老人家过寿。看来你和奶奶的感情啊，确实挺好。她养你小，你养她老，这个隔辈亲都是相互的。其实我觉得啊，你这光说说你的想法啊，估计你奶奶都已经很开心了。这仨银元啊，我建议你还是别卖了。你看我来都来了，也不可能只是收收，光说不做等于零。你还是帮我看看分别值多少钱吧。哎，你说的很对，有时候孝敬老人啊，光说不做那都是等于打嘴炮。只有拿出实际行动啊，才是动真格的。我先帮你估估价吧。像你这个清洗过的这个北洋龙啊，这个银色带底光，这一看啊，这都是过去的老银元，即使清洗了，银色这是依然是开门的，可以通过边齿看得出来。北洋龙的边齿啊就是这样的，而你这个边齿，你看一下，很明显也带夹丝，这块是属于34年典型的这个长尾龙，可以通过龙面看得出来。没有任何的板而言，龙鳞还是比较好的，可以说是全龙鳞吧。壁面因为清洗得很干净而看得很清楚，多少还是有一些流通痕迹的。目前你这个状态的话，差不多在3、4千左右吧。卖个30天的话，可以给我奶奶封一个大大的红包，让她老人家开心一下。估计她也没收过这么厚的红包。你说的很对，看来你是一个讲究仪式感的人。像你奶奶这么大年纪的人啊，肯定没有收过这么大的红包。你这个直接给她来个惊喜啊！而你另外2块银元，这就比较常见了。23年普通年份的传阳和这个3年的袁大头，他们俩的市场价是一样的。首先2块啊，我都简单的看了一下，不带任何板，壁面无伤无戳，带少许的薄锈包浆。一般像这种品相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通货状态。2块的话是1100一块。听你报个价格，应该是够吃饭和买衣服了。你可别看我是小孩，可别在价格上给我做文章啊！你完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，我给你报的都是现在童叟无欺的市场价。还是那句话，你这3块银元啊，真假是没啥问题，你卖的话我是不回收的。你的想法确实是挺好的，建议你带上你的家人，让他们陪同啊，你过来一起变现。我主要是想给奶奶一个惊喜，可不想让更多人知道。制造惊喜，多一个人知道也无妨啊，只要不提前告诉奶奶就行了。你觉得呢？那好吧，我回去喊我妈过来再说吧。谢谢老板。